本书将基础手势抵达第3轨道，正生产刘德军。接下来请的是96项第2组。
大会报告，请参加100公尺女子组100公尺蝶式的参赛选手听到广播，请您前往检录处报告。场中45至54岁及目前领先的是于第5水道海燕小友会徐丽君。在55以上岁级，目前领先的是第7水道亚洲国际游泳协会赖聪耀。首先抵达终点，第5水道海燕小友会徐丽君，45至54岁级的选手。55以上岁级，率先抵达的是第8水道永和陈勇陈其松。紧接着要进行的是102项女子组8级以下岁级100公尺蝶式。90公尺领先的选手是第5水道舞动韵味林比希。占据第2、第4水道威尔永续洪彦轩。102项领先抵达终点的选手，第5水道舞动威卫林品希。紧接着要进行的是103项女子组9至10岁级100公尺蝶式。
103项前50公尺，领先的是第4水道 FSING 王千真。加油加油！第5水道龙安国小杨杰宁，第3水道树林竞友蔡雷乐，103项领先抵达终点。第4水道 FSING 王千真。紧接着要进行的是104项9至10岁级以及11至12岁级女子组100公尺蝶式，第1组总共2组。227项的第1组2、3、4水道是9至10岁级，5、6、7水道是11至12级的参赛选手。11至12岁级目前取得领先的是第7水道个人参赛梁元轩，而9至10岁级目前取得领先的是第3水道梦想体育学院王子玉。11至12岁级领先抵达终点的是第7水道个人参赛梁元轩，而9至10岁级领先抵达终点的是第3水道梦想体育学院王子绿。接着进行104项第2组。场上的竞争非常激烈，第3水道三民国中刘雨晴，第4水道树林竞友李星辰，以及第5水道运国天上吴念佳。104项第2组领先抵达第4水道
树林进勇、李星辰。紧接着要进行的是105项女子组13至14岁级100公尺蝶式。场上进行的是105项，目前取得先领先第4水道张宇家族高奇娟，紧着在后的有第3水道运国介绍王敏恩。剩下最后5公尺，加油加油！领先抵达终点的是第3水道运国介绍王敏恩。紧接着进行的是106项，15至17、35至44以及55及以上岁级女子组100公尺蝶式。50公尺转身，目前取得领先的是第3水道个人参赛洪嘉瑜选手。位于第4水道来自亚洲国际泳协方可清选手，参赛的是35至40岁级。位于第6水道刘菊美选手来自海燕早泳会，参加的是55及以上的岁级。加油加油！15至17岁级领先抵达终点第3水道洪嘉瑜。35至40岁级方可琪，亚洲国际泳协以及刘菊美，55以上岁级有顺利抵达终点完成比赛。各来宾各组100公尺蝶式项目到此告一段落。紧接着大会要进行的是男女混合组450公尺混合式接力。
行的是107项次8岁以下岁级男女混合组混合式接力共一组。场中正在进行的是107项次8岁以下岁级男女混合组混合式接力共一组。第3水道为台北市荣安国小，第4水道威尔永续，第5水道踏实游泳俱乐部。场中目前领先的队伍第4水道威尔永续，占据第2的是第3水道台北市荣安国小。率先抵达终点的队伍是第4水道威尔永续。
紧接着进行的是108项次共2组的第1组。现在时间是9月8号的早上9点钟，带各位观众朋友来到万华青年公园室外游泳池，一起来看到今年的全国分龄游泳锦标赛啊。那今天是第2天的一个赛程啊。那在昨天的比赛，其实我们看了非常多的这个蛙式，包含蛙式的比赛啊，包含这个蝶式的一个比赛哈。那今天只是进入到这个蝶泳跟这个接力的一个环节了哈。那我是今天主播林世廷，早上好。我们今天还是邀请到邱一婷教练，教练你好。你好，你好，早安，各位观众早安。好，所以今天比赛我们就继续来观察这个在稍早的这个蝶泳是已经结束了，100公尺的是100公尺结束了。其实我们刚刚看了有一些可能都是国小的小朋友了哈，要游完100公尺的蝶式，其实真的还蛮很辛苦，很辛苦，非常累，非常辛苦。所以今天的小朋友也要加油啊！那个也是一整天的比赛，也是不容易是，天气也比较炎热，水分的补充可能这个方面也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待会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50×4的这个混合接力，而且是男女混合。对，那男女混合的部分是有什么样的规则限制吗？我们会有2个男生或者是2个女生，我们一起来做4个姿势的混合。那通常以国小运动会的一些就是限制。如果我参加了200公尺混合男女混合的话，我是不能够再参加200公尺的自由式的混合。它会有一些就是人员不能够重复的一个限制。一个人只能参加一个接力。对，就是说男女的混合的部分，以国小运动会台北市的这个规章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限制。如果我已经参加了200公尺混合式，那我的200公尺自由式我就不能够再重复出赛。那我们这个全国分龄的部分呢，我们都是以推广性的方式，所以原则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对。所以基本上是规定一定要2男2女吗？是，一定是2男2女。还是说它是至少2个女生？一定是2个男生2个女生，这是规定，所以是男女混合式的接力是4个成员嘛。那我们用蝶泳蛙式的4式，那这个顺序没有特定的安排，我可以男生选择游蝶式，或者女生安排游蝶式都可以。只是说一定是2个男生2个女生这样子。哇，那看起来应该会特别的刺激啊！如果说有出现这种男生跟女生在同一个棒次去做比拼的话，会比较不一样。对，速度应该差距会出来。所以在棒次的安排上面就会考量，就是说每一队的特色。那像是可能有些队伍它的女生的蝶式特别突出，那可能他就会把蝶式摆上女生选手。那有的是男生仰式比较突出，他就会在仰式上面放男生的选手。对。那因为在小学阶段，目前现在因为9到10岁，应该是3、4年级的这个阶段，所以在安排上面呢，就会很考验教练在描述上的一些安排。好，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是9到10岁的4×50公尺混合式接力的第1棒，这时候是已经出发。我们200公尺混合式的顺序就是所谓混合式接力的顺序，我们都是仰式、蛙式、蝶式、自由式。所以现在应该是9到10岁的第2组了刚刚前面第1组已经是比完结束了。那这一组目前其实我看了一下是8队的一个这个报名的一个成绩，大概都是落在2分57秒到3分钟左右，差不多这个成绩，差不多这个描述。好，我们看到这边第1棒已经陆陆续续抵达
那现在第2棒的蛙式已经出发。速度上目前看起来在第1水道的龙安国小龙安国小的速度算是蛮快的。那另外再看到是第4水道的这个树林竞泳俱乐部，目前好像是跟龙安国小有一个身位就是他们是领先的领先1个身位的一个情况。那后续则是排名第3是第5水道的新生蛟龙。其实新生蛟龙在昨天的这个不管是个人的项目当中，还是说这个团体的接力项目当中，都有不错的成绩。好，现在第3棒蝶式，哇，速度很快哦，而且他们蝶式是女生呢。目前领先的还是第4水道的树林竞泳俱乐部，即将要进入到最后的1棒，出发。树林这边率先出发，第4棒蝶泳差距拉开了。好，第1水道这边也出发，但是距离其实还蛮远的所以这个距离要追有点难度了。树林竞泳，看看他们可以游出多少的成绩。速度是真的蛮快的。2分34，2分33秒左右这成绩蛮不错的。好，接下来第1水道，龙安国小也抵达。第5水道，新生蛟龙也抵达，都是在3分钟以内的一个成绩后续的选手，加油！来竞争哦。好，最后的选手也都已经抵达终点这是我们9到10岁男女混合组的第2组。还有一位了还有一位，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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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海燕早泳会第8水道的海燕早泳会的选手。其实今天的比赛对于选手来讲压力会更大我们说的是在身体上面所承受的一些疲劳了因为昨天其实经过1整天的比赛，可能有些选手1天就游了大概2-3次那昨天的这个休息1天晚上的一个睡觉，今天早上起来可能会觉得身体还是软软的，甚至如果平常游泳没有说这么高强度的一个在训练的话，其实今天会出现身体的一些酸痛那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今天在比赛肌肉的这个力量还有整个爆发力的展现，可能就没有像昨天来的这么好。所以这就考验就是教练在比完赛之后我们可能会回到饭店，或者是回到家里面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帮助选手在运动恢复这个部分，要去做比较多的一些方式。比方说，像现在很多的大学的学生，他们甚至有一些队伍是可以把一些比较科技化的器材，就直接运送到现场，像是冷冻舱啦，或者是一些高氧的一些可以呼吸的，让选手可以放松的恢复的。那甚至也有一些教练会让选手有一些营养增补剂的一些使用，那这些都会促使就是在运动表现上面的成绩能够持续在每一天达到一个高峰。那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都会做比较充足的准备，因为现在的游泳赛事不像以前，在我的年代可能3天4天的全国赛是很正常的。那像现在有一些全国的大赛，甚至会到6天，那这样对选手来说是相对来讲在体能上的负担是比较大的。那加上现在很多的全国赛，大部分现在都会改成是预赛决赛制。那也就是说，有些小朋友他预赛游完的，
他可能进了决赛之后，那下午的决赛他还要再有一次，甚至可能他会有好几个项目在决赛的时候要连着比。那这些都会考验的就是教练在训练的安排，或者选手在体力的恢复的现场的一些临场的一些应变什么的。所以以现在的一个游泳的赛事来讲，我们台湾的游泳其实已经慢慢的越来越进步，而且跟以前比起来，我们对于游泳的一个赛事的衔接，不管是在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到大学端，这个已经越来越有一个计划性的在走。那以台北市来讲的话，目前很多的小学的社团在开游泳社团，几乎是很普遍的。只要有游泳池的学校，大部分都会设立这个游泳社团的部分。现在我们看到场上在进行的是11到12岁组别的混合式接力。好，那已经有队伍进入到第3棒，两支队伍进入到第3棒的蝶式。所以像这个部分，其实刚刚我们讲到所谓的身体疲劳的一些问题啊，透过成绩其实就可以去观察了哈。那如果说今天游出来的秒数、游出来的这个成绩跟昨天相比是有变慢的话，那可能问题就是出现在整个身体疲劳累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所以在之后的比赛，可能这方面就要多多去注意。好，现在最后一棒出发在第5水道的第5水道是台大的胡子泳队。那最后一棒出发了，自由式下去了。第4水道是丽运小飞鱼，第3水道是汐止国民运动中心。最后一棒我们来看一下，这应该也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哎呦，其实速度蛮快的哦，有追上去了哦，有追上去了。但是追得上去吗？距离好像不太够了。哇，不过其实最后一棒这边接泳的速度是很快的第4水道的丽运小飞鱼的第4棒。这边大概也是在3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这是11到12岁的组别。好，3个队伍都已经回到终点。那接下来是要高年级的11、12岁男女生的这组就会比较刺激一点了，有几间都是蛮厉害的学校。接下来是第2组了哈。对，第2组，11、12岁的第2组，这一组是8个水道，但是第3水道好像没有来。预备，好，第1棒仰式出发。第4水道这个很快哦。宏安国小是我们台北市游泳项目的传统的强校。哇，看他这个身体整个躯干的一个摆动，手背的延伸延展，对，非常的好。哇，速度非常快，光靠一个50公尺的仰式，其实就跟第2名拉开一个身位的一个距离了。第2棒这边已经先出发了。目前站排第1的是柔安国小，第4水道柔安国小，紧追在后的是第5水道的运博。柔安国小在第2棒的蛙式蛙泳这边还是维持领先而且看起来距离又再拉开一些了。他们蝶式也是女生选手有蝶式哦。这个距离已经完全的拉开，而且这位女选手、女同学蝶泳也游得不差蝶泳的速度也算是蛮快的。那后面
很流畅，节奏很流畅。对，那后面要追也不是那么容易。好，最后一棒先出发了。他的出发的前泳做得很好哦，自由式动作很棒。哇，这可能很难追了。现在排名第一的还是龙安国小。好，龙安国小率先抵达终点。这时间感觉应该在2分半以内。哦，2分21，2分21秒成绩。那前3名其实都是在2分半以内啊，速度非常的快。好，还有7、8水道。其实这个组别我看龙安国小是拿到第1了哈，那第5水道的运博第2名，啊，第6水道的树林竞友啊是第3名。好，这边应该就是所有的队伍都已经回来了。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个组别啊，在这个组别了啊，有包含这个13到14岁组别的啊，有99岁级，还有120岁级，3个组别合并在一起的混合接力。第一棒的杨勇，目前领先是第3水道的飞羽勇将。哦，第2水道这边好像稍微快一点。第2水道是运博，运博这里是13、14岁级别的啊。那第3水道的飞羽勇将是99岁级别。哇！这个第2水道的这位选手身材真的不错啊，13、14岁大概就是国中啊，国中的一个年纪了哈。那99岁级等于4位选手加起来，可能平均大概就是20几岁。我们用100岁来算的话，就平均在25岁左右。好，进入到第3棒的蝶式，这个差距要看后续是不是有机会去追。蝶式感觉2位女选手的速度差不多。好，最后一棒，自由式。完全的冲刺啊，看起来是很难追上来了。对，因为在蛙式跟蝶式的差距有拉开来了，到自由式要再追，其实相对的难度就会比较高一点。好，所以哇，2分07秒，这是第2水道运博的一个成绩啊，13到14岁级。第3水道99岁级的飞勇将拿到了游出了2分11秒的一个成绩，也是非常的不错。好，还有2组选手，这2组是120岁级的。哇，差一点追到，差一点。好，所有选手都已经完成了比赛，
接下来要看到下一个组别是200岁、240岁，还有160岁，一样是3组合并的组别。因为毕竟参加的这个队伍数可能不是很多了。啊，我听见了。因为接力要4个选手要能够平均在每一个姿势上面。那有些队伍可能像是岁级，可能同年级的会比较多。那要符合这个岁级，你又要能够找出4次都能够游的选手，相对的在安排上面就蛮考验教练的一个安排了。好，第一棒的杨勇，第4水道现在还是领先的位置哈。第4水道是海燕早永会。这杨勇就出现蛮大的一个落差了。好，现在陆陆续续进入到第2棒的蛙泳。看起来前面这2棒其实差距就已经出现了啊，尤其第1棒的这个仰视，这个拉开的距离可能都有4-5公尺以上了。第1道的亚洲国际游泳协会的选手现在正努力的往前追啊，而且速度很快哦。这个蛙式看起来应该是有选手底的选手哦，有差距哦，陆陆续续又赶上去了，拉近了，拉近了。那看一下第3棒的蝶式，好看蝶式的状况怎么样？哇，这个蝶式也很快。哦，有机会哦，接近了，有机会哦，有机会哦。好，这边要拼最后1棒了，拼蝶泳了。一个 touch 的距离了，但是看起来好像是男生对女生。这就是200公尺混合式那个男女生，我们在接棒上安排上面的一个会有比较明显的落差。假设我的蝶式被追上了，但是我的自由式可能是男生跟女生的对决，哇，那这样子相对的在速度上面就会有很明显的差距。哇，第1水道这边也是直接就是看不到车尾灯了啦啊！好，第1水道，亚洲国际游泳协会的选手率先的抵达终点。哇，这个速度真的差很多。第1水道是2分27秒，有到2分半以内了。像我们这个中壮年的成绩来讲，这个秒数是相当不错的成绩。第4水道的海燕早晚会也进来。好，选手陆陆续续都游回终点。剩下第5道。好，全部选手都回来了啊。接下来要来看到这个100公尺仰式的比赛了啊，这是8岁以下的级别啊，所以我们看完了50公尺的50乘4的这个混合接力啊，100公尺的仰式。仰式其实感觉真的就是对小朋友来说会有点看不到啊，所以刚开始去学这个游泳姿势的时候，会有比较多的恐惧感。主要是因为仰式要倒着游啦，这个是应该就是我们唯一在4个姿上面，它是属于躺的姿势。那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其实躺的姿势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很舒服的。
但是因为要在很舒服的一个姿势情形之下，然后你又要有速度的前进，对于很多的学习的过程来讲，其实仰式的技术性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真的比较难去调整方向哈。室外游泳池，因为又没有那个天花板可以看，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很考验小朋友的。因为现在大部分训练我们都会在室内的游泳池，那其实游户外，我们以前游室外最怕就是游仰式。第一个是阳光很刺眼，第二个就是我们不晓得我们到底游到什么位置去了。所以以前早先游仰式的选手的平衡感非常的好。好，这边折返点。目前排名第1的是第6水道，啊，这应该是第5水道，第5水道的大同国小的选手啊，黄如意选手。哦，但是这边后50公尺感觉有点危险哦，现在追上来了，第4水道的选手黄康景。不过仰式的话是好像只能去听音辨位嘛，就是说被追过。左右手的平衡要特别的小心。像现在这个大同国小的同学，他现在原本一开始是领先的，可是后半段好像游得有点左右晃来晃去的，反而让自己游泳的距离增加了。就被后面的同学赶上了。好，最后的成绩是2分10秒。好，3位选手都回来了啊！这是8岁以下的第1组，对，男生啊，第1组。那接下来是要进入到第2组。好，第2组出发。啊，第2组整体的速度来看，就稍微比较快一点啊。刚开始这个气势很足够啊，第2水道的选手。在方向上还是会左右摇来摇去的，对，应该还是在适应上比较不好。户外游泳池啊，就是对于现在选手来说比较少接触，所以在游仰式的时候啊，会特别容易，就是平衡上面来讲，游的路线比较没有办法游得这么直。好，这边已经转身啊。哦，其实仰式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看到了啊。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折返点跟终点的确切的位置。小心！要碰到了，不过赶快修正一下，调整一下。目前在第2水道的是许丽宇，他是来自威尔永逊的选手啊，目前是站排第1。刚刚我们看到他整个转身的动作，其实做的也还算是蛮流畅的。仰式如果说真要做转身的话，是不是其实比起其他的泳姿来讲是更困难的？他要再多一个距离的测试，就是我们进5公尺之后会有一条5公尺的线。那通常我们这个时候选手就会记住说我们是滑几下滑手，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那因为他还要再翻成自由式的正面的滚转，所以也多了一个技术性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去做适应，再加上一开始7、8岁的小朋友，他们对于那个距离感是陌生的，比较不容易把距离安排得很稳定，所以仰式的转身一直以来其实对基层的小朋友是要花比较多时间去训练的。
现在陆陆续续抵达终点。好，所有选手都回来了。这是8岁以下的男生组别，2组都已经比完。那接下来要来看到是9到10岁的组别。9到10岁总共是有3组，好，目前是第1组。目前前3名其实都还算是蛮接近的啊，但仰视好像比较难去看到对手的位置。对，这个是比较有限制的。对，但通常像我们以前游室外啊，有些选手他们就会习惯靠水道绳游，去跟回都靠水道绳，比较有一个方向性，比较不会游歪。那一开始其实像现在小朋友他们很少接触户外的游泳池。那在搭配使用竞赛的蛙镜上面，可能也要稍微做一个筛选，有的是有涂层的，有的是没有涂层的。那像如果说仰视要来游室外游泳池的话，可能就要佩戴有涂层的蛙镜会比较适合。那像刚刚有很多小朋友他会游左游右，晃来晃去的。那这个就是平常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可能还要再针对就是有关于左右手的一个平衡啦、踢脚的一个平衡去做一个协调的练习。哇，小心小心！现在3位选手差距已经慢慢拉开。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第4水道的选手领先啊，第4水道是吴一宁。好，已经抵达终点了。这一组我们看到前2名的选手都游进2分钟。好，第3水道的选手也抵达终点。好，所有选手都回到终点。现在第2组别要上场，9到10岁男子组100公尺仰视的第2组。好，刚刚最快的成绩，好，第1组最快的成绩大概是在1分53秒附近。哦，第1水道的选手前泳做的比较远哦。对。看起来实力目前还蛮接近的啊，速度都还蛮接近的。不过第3水道的选手稍微快一点点。第3水道的选手是林海月。啊，第4水道徐将琴也非常的接近。这个距离，东门国小的小朋友这后面的动作很稳定哦，距离拉开来了。现在取得领先了，而且差距算是拉得蛮开的哈。仰泳的选手可能有时候会希望，就是说会不会就是只有那种天花板都装镜子，装一大片那种整面的那个镜子。通常室内的游泳池，不是有灯就是有柱子啊。通常我们都会让仰泳的选手在场地的适应啊，
或者是到比赛场地的时候，尽可能要去对点，要去做一个标记，不管是出发啦、转身啊。所以其实仰式的选手对于距离感，他可能到什么位置，几下滑手到哪里，都会比其他的姿势的选手来得更要通透一点。那对于自己的本身的滑手的次数啦，或者是15公尺的线、5公尺的线在哪里啊，又或者是比赛场地的什么点到什么位置，这个在比赛前啊，教练都会比较多的时间让孩子去适应。第3组现在出发，第4水道那个前涌，很棒，而且速度很快啊，冲很快。哇，这个在前面的这30公尺已经把差距给拉开了。好，第4水道现在进入到折返点，张昭瑞。节奏很流畅。哦，后50公尺这边进入到最后冲线的20公尺，速度稍微放慢啊，不过这是正常的。回来都会稍微比较累一点。对，如果看到15公尺线的话，应该就会在特别的加速了。而且他距离其实掌握得很好。其实他前面的那一次第1次折返点的那个转身的时间 timing 就很不错了。哇，他游出了1分23秒，是目前看到最快的一个成绩。对，这3组里面他是最快的。也是所有9到10岁里面最快的啊，这是冠军了啦！9到10岁的100公尺仰式的冠军。下一个组别要看到11到12岁组，这个组别有2组。好，第1组出发。仰泳的这个水下动作跟一般其他3种泳姿的这个动作是刚好是颠倒过来啊。一般我们仰式在指导的过程当中，因为毕竟它是属于手背轮动的一个项目，那虽然说它是躺着在游的，那其实它的推水的距离、踢脚的距离都会是比较小的。我们会尽量想办法让小朋友的节奏是轻快的。那如果他在轮动的过程当中可以推水轻快的话，对仰式来讲，就是说它整体可以上浮在水面上的情形的持续性会比较好一点。那再来就是因为仰泳是躺着游的，那通常我们对于转身、出发以及转身完之后的一个潜水的跌脚，会特别的注意这个部分。那像我们刚刚在90岁级的小朋友就会看到，出发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可以完成水下潜跌脚，可是到了对面的转身完之后，不是马上就起来，不然就是他的转身的顺利度不是这么的流畅。这个也是在基础的过程当中比较小朋友常犯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错误。那我们会希望说，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把憋气这件事情是当做一个主项来做练习。转身完之后的潜跌脚能不能够有持续的10到12下，这都是一个目标。很可惜他刚刚有撞到，要不然速度会更快。对，这边1分32秒啊！刚其实他撞到水道绳了。这就是室外游泳池对于小朋友来讲是目前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啊，在仰式这个部分。第4水道的李佑君啊，第一个进入终点游出了1分32秒的成绩。好，那现在第2组11到12岁男子组第2组100公尺仰泳。我们可以留意一下第4水道林雨婷的选手，他昨天在100公尺自由式游了一个1分05秒的成绩。来看一下他仰式的表现，他是大同国小的选手，大同国小的选手。哇，速
速度也是很快。像他踢脚的速度上来讲，他的节奏就是比较缓和一点，都比较着重在手背的力量的推水，效率非常的好。看他的整个身体的一个转动的一个幅度啊，等于说他手的那种吃水是很多的。很好，他这个转身有做叠脚，不无公尺。隔壁水道那个康桥的选手，威格的选手也不错哦。对，黄康宇，第5水道的黄康宇也不错，但是跟林雨婷去做比较了，林雨婷现在已经拉开距离了。11、12岁级有可能是5、6年级的对决，可能6年级的力量上面来讲成长比较多，那在推水上它相对来讲就会比较有力。但是就动作整体来讲，其实第5水道的黄康宇选手整体的仰式动作也是非常的流畅。非常好，1分14秒啊！哇，还有进步空间，但是是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啊！1分14秒，这也是确定了了啊！在11、12岁组的这个冠军了。1分14秒的一个成绩，大同国小的林雨婷。好，下一个组别13、14岁，也就是国中组第1组，3位选手。领先的这个选手有的动作也相当稳定，是第4水道的高灿和，有江少勇的选手。好，率先进到折返点。加速了，手背在加速了。像这种第一次，如果说进入到折返点，转的方向会去固定吗？还是说他就是滑到哪一只手，他就哪一只手去哪一个方向去转？我们一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都会要求要固定，因为其实这个是对于比赛来讲的话，在战术上的运用或者技术性来讲，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那有时候像我们现在可能来游室外的游泳池，小朋友的适应性可能就没有办法像国中生、高中生来这么稳定，所以在国小常常会发生一个情形，就是可能我在学校练习，我是右手开始进去算5公尺线，那比赛的时候可能会是左手，那就会常常造成就是小朋友太近或太远，或者有时候转身没有办法蹬到墙，那就会造成犯规。那这个就是平常练习的次数上面来讲，要花比较多的时间。那再来就是有一些辅助性的一些训练。因为游泳毕竟还是只是在水里面单纯训练是不足的，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路上的一个安排，像是一些田径的一些倒退跑啦，或者一些马克操的东西都带进去，这些都会帮助选手在水里面的协调跟敏捷会增强很多很多。因为像这种，如果说转身你的动作是不固定的话，那会造成那个比赛每一次的这种状况都不一样。但那可能会常常发生失误的情形，对，这比例会太高了。所以真的要去找到一个时间点，就刚好过了什么位置、什么点的时候你的右手跟左手在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下去滑那一下，那不然真的你可能就是转身的时候你少滑一下，少滑太远，只能去飘，只能去慢慢，最后那一下只能用飘的。它的速度就差距就出来了。飘的话，可能也会造成犯规哦。我们的转身如果是不连贯的话，那可能就会领到红单了。所以这个很多的技术性的东西，在仰式其实是相当的非常非常高的，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第5道的选手，好，哇，1分11秒，1分09秒，第5水道的曾国瑞运博的选手速度也是很快。第3水道是游出了1分12秒蔡秉成，树林的选手。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组别一样是100公尺仰式但是
啊，是15到17岁、18、24岁，还有25到34岁的3组合并。哇，第7水道是我们以前的选手，现在的叶宣福叶教练，在中华民国台湾适应性运动与休闲协会里面担任教练，那以及是我们的游泳选手，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好，动作都没什么变，哇，很稳定，很稳定。好，那跟第6水道这边看起来很接近哦。第6水道是陈崇义，18到24岁啊，这个年轻小伙子。2位选手很接近，我看起来陈崇义稍微领先了一点点。哎呀，但是他撞到了水道绳，对，所以这个速度可能会稍微减慢一点。好，这个也是在1分10秒以内了。第1名应该是第6水道，看一下第6水道是多少的一个成绩啊？大概都是在1分10秒以内了啊。第7水道啊，叶宣福是游出1分07秒。维持得很好，25到34岁，还有1分07秒，秒数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哇，6秒20，1分06秒20啊，速度很快啊！陈崇义。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组也是一个并组了啊，35到44岁、45到54岁以及55岁以上有4位选手。这一组其实，哇，55岁以上的组别有3位选手使用的是这种双手仰。这3位双手仰是永和陈永慧的，55岁以上。对，这是师出同门啊。那他的踢脚是搭配蛙式的踢脚，是双手仰再加上蛙式的踢脚。这个有时候在那个成年组的，就是中壮年以上的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他泳姿上可能就比较不会是像我们正常一般选手竞技的游泳，像是轮动的部分，因为考量是选手的年纪上面来讲比较年长。那如果要持续这样输出在踢脚的过程当中的心肺能力什么的，或者是肌耐力的考量。所以它会有一个比较变通的一个方式，跟我们一般在竞技比赛的过程当中是不太一样的。如果这样的游泳姿势在我们的竞技的泳姿里面的话，它是属于犯规的动作。那因为在成年的中壮年组，这个是被允许的，我们有一些泳姿上的一个调整，这样子。也是相当快哦，这个第6道的选手。大概是1分30秒，第五道啊，1分32秒，也不差。好，选手陆陆续续进到终点，还有一位选手。好，所有选手都回到终点了。这是35、44、45到54以及55岁以上的这个3组合并。那接下来下一个组别要看到是女子组，8岁以下的组别，一样是100公尺仰式。这个组别有1位选手没有参赛啊，是原本是有3位
啊，有一位选手没有到场，所以就变成是1对1的单挑了。第3水道雷子怡，第4水道是张瑞云。哇，看起来第3水道的雷子怡速度可能稍微比较慢一点。第4道的相对的动作来的是比较稳定的，每一下的滑手、踢脚。其实对于这么小的小朋友来讲，有仰式的训练其实是要比较多时间的，包含到踢脚啦，或者是滑手一些基本的一些分解动作。那如果说是刚初学仰式的小朋友，会比较建议就是在打水的部分要多花一点时间。因为躺着打水，其实有时候跟一般的这种其他的这种趴着滑水的感觉真的不一样。使用的肌群不一样，使用肌群不一样，而且仰式更需要浮，所以打水的时间会要花比较长时间去训练，很容易就沉下去。是。好，抵达终点了，大概是在2分10秒以内的一个成绩。很棒！现在小朋友都会能够100公尺仰式这样游玩，真的很厉害，很棒！加油加油！哇，一直碰到，小心小心！结果头也撞到了。好。这2位选手都回到终点了，那下一组8岁以下的第2组，现在准备要出发。好，这个组别前4名感觉都还有晋升的机会哦，哈。2、3、5、6 4个水道其实都蛮接近的。目前是第2水道跟第5水道互有领先。第2水道加速了，手背的力量开始在加重，在推水了。这2位选手很接近哦，现在还看不出到底是谁领先。第2水道是陈品轩，第5水道是季宣成。第2水道的选手率先进入终点，领先了大概可能都不到1秒。哇，领先了大概1秒多，1分39秒8。1分39秒8，好，这是陈品轩的成绩。那第5水道季宣成，这是游出了1分41秒，都相当不错。
这是动作的延展性都非常的好。对，这8岁以下啊。好，接下来是9到10岁的组别第一组。这组别就是满满的啊，刚好16个人呢，满满的8个水道。好，第一组这边出发。第一组他们报名的成绩大概是在1分40到2分钟左右啊。目前看起来第4水道的选手还是领先啊。第4水道李亮允啊，是台艺大胡志勇队。率先进入到折返点，由第2道、第3道也都进入到折返点回来。第4道的选手那个在转身上面的那个稳定性跟技术性就非常做得很好，瞬间的领先就有拉开来。那后半段现在开始脚有点沉了，还是比较累了，能不能撑住呢？哎，有歪掉了哦，那这样子有机会追哦。哎，看到了啊！第2水道的选手在看，对对对，他在看他有没有机会。第2水道是马若云。第2水道这个头这样一直转，如果说有超过90度的话，可能会有犯规的疑虑哦。所以我们有氧室其实都会很要求小朋友的练，朝上的稳定性要很高。那他如果一直没入水中，有沉下去的那个角度超过90的话，那可能就会有领红单的一个风险。哇，那这里看是第2道3809，第4水道3899，哇，差不到1秒啊！第4水道是李亮允，第2水道是马若云。他这是在后50公尺追上来的啊，而且他刚好是有看到对手了啊。对，刚刚那个台艺大胡子的那个李亮允选手，后半段稍微游歪了，这个就是户外游泳池会比较造成这个样的困扰。而且有时候你看不到对手，你也不知道到底现在是领先还是落后，或者说跟对手差多远。所以我才想说，大家应该都很希望说，刚好头顶上有个镜子啊。其实我们都会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最常就是会让小朋友头顶会去顶杯子啦，或者顶一些什么像硬币之类的，来稳定他们的平衡。那当你的脖子、你的核心开始挺胸了，身体的一个平衡好了之后，那在滑手上面的轮动就比较不会有左右偏移的一个方式产生。那因为他们现在这是属于比较基础的小朋友，那对于这个在控制上面来讲，还要花比较长时间去训练。现在这个领先的选手的动作就非常非常稳定。这是9到10岁的第2组了。转身，这个转身好像有一点太接近了，对，太接近了。不过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啊，还算有把这个动作给完成，节奏很稳定。越来越偏了，这个要留意了，小心。第4水道的王千珍，好，现在的领先幅度算是蛮大的。哎呦，哇，最后这个。我们从刚刚那个镜头有看到，他进了5公尺之后，瞬间速度是稍微有缓慢的。他开始在算他的频率几下要去碰墙，那这个通常会造成就是速度减慢，其实是不好的。所以我们都会在这个时候要特别去鼓励自己的选手，就是我们平常练习几下就是几下，不要因为怕撞到墙壁，把自己的频率放慢了。对，这个还要再回去再多练习哦。好，所以第2组这边也结束，那我们就恭喜王千珍啦，游得非常好。
那真的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就是那个转身啊，哈，转身那个折返，以及最后的这个碰墙的一个动作。这个都是小朋友在训练过程当中会比较努力的。那在比赛会犯这样的失误，因为第一个小朋友紧张，很容易紧张，然后再来再加上我们纪念公园我们是户外的游泳池，那在适应上啊，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像国中的选手、高中的选手这么的容易上手。哇，这里差距好大，这已经是超过10公尺的领先了啦。第6水道亚洲方宇彤选手，我们这个吉林国小的选手方宇彤。哇，看他的动作，他在通过第一次折返点的时候，其实应该心里就比较轻松了啦哈，因为那个时候就可以很明显去看到，其他的选手都还没有进来。好，来看看他可以游出多少成绩哦！最后碰墙多一手，18秒20，也是非常好了，不错不错。其实像这种最后的这个碰墙的时间点，如果说你做的差的话，大概就是0.几秒了啊，大概会多一手，或者是来不及，就会飘到这个也都会有影响。对。所以像这样子的比赛，如果说实力差距是比较大的情况，这种碰墙的技术可能就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是真的这种大家的实力都很接近，就是要拼最后的压线冲线，那可能就是差这0.几秒，胜负就在0.几秒之间。这就是技术性的一个训练有没有足够。对。越是在高强度的比赛，选手大家实力都差不多的时候，那在技术性跟出发转身端这两个，如果有更稳定的发挥，那胜算就会加大很多。不过小朋友毕竟现在都还国小的年纪啊，11、12岁，其实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训练时间，未来这绝对都是有机会做调整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是第2组啊，100公尺仰式第2组啊，国小11、12岁组别，这个组别来看到目前是第5水道的选手领先，第6水道紧追在后。第5水道是刘元兴，第6水道是许维林，后面其实都还有竞争的一个机会啊。第3名目前站排第3的是刘瑞轩，好，现在后50公尺差距又拉开了。到水稻城的话，速度有稍微减慢。我看起来应该问题不大。好，最后大概是1分20出头秒。好，那第2名，第4水道邱云娣。这个项目是2组，那刚刚应该是方宇彤的1分18秒会获得我们这个项目的第1名。上一组的方宇彤选手，18秒的秒数。对。所以仰视如果说看不到对手的情况下，其实这个报名成绩好像，也不是说跟其他的那种。泳姿是有同样的策略，因为其他泳姿的话，你看得到对手会激发起那种求胜的欲望。但仰视好像看不太到对手。仰视通常我们都会让选手就是你不要想这么多，下去就好好把自己该注意的注意好就好。尤其在小学阶段，
毕竟还有很长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历程。那通常像现在他们现在在游室外泳池，现在目前看到最多发生的就是会常常有游歪的情形，左右的平衡啊，那这个就会变成是比较考验选手的部分。这组别是并组，13、14、15、17岁，18、24岁、25、34岁、35、44岁以及45到54岁，这8个水道就有6个组别哈。目前第一、第二水道的速度还蛮快的啊，第一、第二水道葛玉华跟蒋千英。好，17秒40，哇，速度还不错。蒋千英17秒4，1分17秒4。葛玉华1分20秒。后面选手陆陆续续第6水道方可晴，方可晴是我们刚刚方雨桐的妈妈，两母女在游泳方面都有非常非常努力的过程啊。可晴呢是以前我国小的小学妹。好，现在陆陆续续都进来了，还有2位选手加油！第8水道还在奋斗，也抵达终点了。对，还有1位，加油加油！第5水道，哇，这个脚已经完全沉在水底下了。100公尺有时候游到后面真的会很累了，不过他也在冲线哦，他现在也加快了滑手的速度。好，抵达终点。这个组别所有选手都完成了比赛。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55岁以上的姐姐组的55岁以上的级别。这个组别有7位选手报名。这个组别也是有蛮多选手采取这种双仰蛙脚，双仰蛙脚。好，第4水道的王介龙永和陈永慧，现在是占据领先。目前看到其实蛮多永和陈永慧的选手是在仰视这个比赛当中是采取这种双仰蛙脚的一个动作前面的这个男子组也有我们现在这个领先的选手还有做转身滚转之后还有跌脚的潜水出发，这非常非常好，稳定。好，稍微调整一下方向。以55岁以上的这样的年纪。那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性，这真的要花很长的时间来锻炼。而且姐姐在秀她的车技了
左右的调整。这室外游泳池真的对于选手在有氧池真的是非常非常挑战。小时候我们以前到那个前金游泳池，在高雄的前金游泳池，哇，那有氧池对我来讲也是很挑战。那不是只有撞墙而已，那水稻绳到处撞。所以人家明明就是报名100公尺，他游了150公尺啊，是左右 S 型。这个我们就是很常跟小朋友讲，你不要仰视100游到变200了，这个是最常发生的。那当然，因为我们仰视的用这个泳姿啊，这技术性的相对来讲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毕竟要倒着游。那你的目标、你的前进、你的左右手的配合什么的，这个都是会要花比较长时间去训练。所以我们也常鼓励小朋友，不要害怕游歪了，也不要害怕会去撞到墙壁，多去尝试，慢慢的累积，时间一拉长，你就会得到更多的你的技术性的提升。1分51秒的成绩相当不错哦。这是55岁以上的组别哦。好，还有选手还没有进来，加油！有时候仰视真的会游到有点怀疑人生啊，就是游着，我现在飘到哪里了？稍微看一下，还没有到，再继续游，继续滑。所以通常我们游泳池上面就会有5公尺，前后两端的支用绳，那个5公尺线，然后还会有15公尺的2条的支用绳。所以这4条绳子对于仰视的选手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是。那这种线其实，在选手来看啊，选手是可以判断，那另外就是裁判也可以去判断。对。去看这个潜泳的一个距离。是。好，应该是所有选手都回到终点了。恭喜所有选手都完成了今年比赛的一个挑战啊！那在下一个组别要来看到是蝶泳，50公尺蝶式啊，是男子组8岁以下的这个年纪。8岁以下，这个可能才1、2年级啊，甚至不知道有没有更小的啦。有可能有大班的。这个年纪就学到蝶式的，真的不容易。哇，蝶式是4个游泳姿势里面真的是最吃力的。需要的力量会比较多一点。那还有就是一个节奏性的一个部分，因为蝶泳要游得好，大部分很多选手会想说，我是不是要把力量锻炼到一个相当的一个极致的点，但常常会忽略掉有关于手脚配合的一个节奏的部分。那其实蝶式对于节奏这个部分是反而会比你的力量来得要好一点，尤其在基础的这个时候，所以你滑手跟踢脚的节奏的连接协调，反而会造成你速度快慢的差距。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我们8岁组的小朋友在游蝶式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游泳的一个状况。50公尺的蝶式哦，所以再累也就是50公尺把它撑过去就好了。其实相当大的挑战，真的50公尺对于8岁以下的小朋友来说，相当大的挑战，在体能上的负荷是会比较大一点的。一般这年纪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会去，大概就是游个20公尺、25公尺、30公尺就差不多。那目前看起来，不知道是不是裁判这边计时的一些问题啊，系统的问题。要稍作调整。那场上的裁判也现在都不在水道旁。今天的比赛在前面我们看完这个接力赛，还有这个100公尺仰式之后，后续50公尺的蝶式，那另外还有200公尺的自由式，50公尺的仰式。以及最后自由式的4×50的接力这是今天后续的这个所有的赛程。好，裁判现在已经陆陆续续来到出发点。其实一整天的比赛也不可能说裁判就是从头到尾对，相当辛苦。对，所以
裁判之间还是必须要有一些配合啊。刚刚应该是不是在收那个5公尺的那个旗子？因为通常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仰视的时候我们会把5公尺的线挂上去，那等到比赛结束完之后，我们也会把5公尺的线收回来。所以裁判在这个转换项目上面有一些执勤的工作也要去安排。我们第一组准备咯。好，50公尺蝶式8岁以下男生组。这组有6位选手啊，但是有1位选手第3水道的选手没有到场。第5水道的小朋友一开始的出发非常的厉害，潜水跌脚做得很好。而且他后续我们看到他这动作，已经是很成熟了。其实我们在看他游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把滑手的节奏做得很快，或者是踢脚做得很快，反正他是以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搭配，一个滑手2个踢脚的节奏在做前进。好，这是来自威尔永逊的许丽宇选手。好，50公尺。大概是在48秒、49秒附近的一个成绩啊，相当不错哦，这个孩子非常厉害。好，还有2位小朋友。威尔永逊应该是我们台中的泳队，我们教练应该是我们之前也是一个蝶式的优秀的一个选手，叫周伟良周教练。所以许丽宇选手应该有完完全全的继承到我们周伟良教练在蝶式方面的一个比较专长的一个项目，动作上面、节奏上面非常的流畅，并没有相当的耗体力，反而是把节奏游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好，接下来我们看到9岁、10岁第一组，对，9岁、10岁的第一组哈，在这个年纪有6组的选手，相当多哦，9、10岁有6组，相当多。哇，这个换气还是一直憋着，抓的比较对，让自己身体处于完全爆发的一个状态哈。我们看到这第4水道的选手，好像他的2只手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对，这个会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蛙镜掉了，还是说他动作上面有什么样的状况？因为以正常来讲，他刚刚这样的叠脚已经有分开来的，是属于一个犯规的一个动作。我们在游蝶式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双手要同时能够还原，那双脚要同时上下的一个打水的动作。他刚刚这样子的手背的一个转动，以及就是在脚有踢自由式的一个动作这样子出现的话，就会是一个犯规的情形。那像我们今年在那个奥运项目代表我们台湾参加比赛的韩安琪选手，对，韩安琪选手就是在水下有一个前脚分开来的动作，造成了一个资格的一个取消。那这个也是小学生在练习过程当中比较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好，第2组9到10岁第2组的选手出发。因为蝶式是一个比较需要力量的一个项目，那小朋友有时候在游的过程当中，可能他为了要想办法求快，那有时候会比较着急，所以在节奏上面啊，或者是在游泳的动作上面啊，会很不自觉的就想说我要快一点，我要快一点，反而就会造成一些比较错误动作的产生。刚刚应该是第3水道小朋友的蛙镜是翻掉了，对，加油加油！啊，对，他蛙镜翻掉了。好，第2水道跟第5水道率先进入到终点啊。
第5水道这边是游出50秒74，第2水道是51秒04，第5水道是谭雷克，第2水道是陈佑兆，9到10岁的第2组别。现在第3组准备要出发。第3组这边其实也有一位选手是没有参赛啊。第1水道跟第4水道的速度都还蛮快的，现在第4水道还是领先。第4水道的选手，这个节奏非常的稳定，一个滑手，2个踢脚的前进的一个稳定状态，比较少阻力。好像游到50秒内了啊应该是第一个是50秒内了。我们第4道的选手，哇，刚好50秒。50秒61。接下来要看到是第4组。第3水道，哇，这速度很不错。第4道速度也不错。哇，很接近哦！哇，这个都40几秒的。第3道43秒8，第4道是44秒1，第3道是刘哲君，第4道是曾子睿，速度都非常快哈。后面的组别应该秒数会越来越快。好，这是第5组了。哇，第5道这个看起来是有机会，看是不是拼个40秒。脚的节奏很好，很稳定，推水也推得不错。剩下来就看体力的部分能不能支撑最后15公尺，加油加油！哇，第4道也在拼哦，第4道一直在看，一直在看他旁边这边。哎呀，第8道先到了。哇，结果是第8水道最快。我们新生蛟龙的吴浩成选手，吴浩成率先进入到终点哦，43秒10。那另外是第1道的44秒25，所以后面的这大概是10公尺左右，也蛮重要的。越到后面，因为体力会有点下滑，对于像是90岁的小朋友来说，其实蝶式的负担真的是运动量非常非常大。哇，最后的第6组，我们看到这个速度，我们知道，完全是不一样。哇，这个看是不是可以看到3开头了？这现在领先的应该是第4水道的林宇泉选手啊，第2道也很快哦，第2水道也很快哦。哇，这个看是不是有3开头了？这个速度非常快。哇，已经进入到终点，看起来36秒20、37秒78、38秒58，2个37秒的。第1名是
林佑全选手，林宇全选手第5名，第2名是林佑达选手。哇，这都几乎都还是2、3大同国名选手小的，2、3名选手，一个 touch 的差距相当的很接近啊，很接近，都是3开头啊，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快了。接下来看到11、12岁组别，50公尺蝶式哈，那11、12岁11、12岁组别是有5组了，啊，有5组选手哈，这是第1组。50公尺的项目就是组别会相当的多，相当的多。好，第2水道的选手有出了45秒51，也不错。张玉恒，接下来看到是第2组，11、12岁第2组。下跳了。场中进行125项。我是说101，那不是101要包吗？敲什么大力？看起来也是第4水道的选手领先。对，第4水道台艺大胡子勇队的彭义凯选手率先抵达终点。台大其实也蛮多选手报名。第3组，11到12岁的第3组，一样是有8位选手。第8水道的速度非常的快，廖峰伟，飞鱼勇将的选手啊，廖峰伟，动作很棒，节奏很清楚。又有力量，这里也有3开头哦，有37秒39，他的报名成绩是48秒，这把差胸追啊，差10秒，有刻意报比较慢哦。这也可能跟蝶式需要的是这种节奏有关系的。有时候你真的看得跟对手好像很接近，你紧张，想要加速，就反而你自己的节奏乱掉了，你那个速度可能就变慢。接下来看到是第4组别啊，第4组别同样是8位选手一起出发。第6水道的选手很快，第2道是郑廷阳，35秒21，第3水道37秒62。我们后面组别的秒数越来越快了。哇，现在几乎都已经可以来到3开头了。那最后的第5组，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小的选手，6年级的选手，11、12岁几个有那个出发前跌脚做比较远一点的。
接近15公尺的。哦，大但是部分在这一组就开始有流了哦。嗯，这个其实在蝶式上面或者是游泳出发来讲，这个15公尺如果可以善加的运用，对于提升速度来讲是相当好的。哇，这一组这个动作很棒。第4水道，许承安。哇，这个可能都要拼个2开31、30，是31秒哦，可能是在31秒附近。哦，31秒整，相当不错的成绩。目前看到最快的国小啊，游到31秒的50公尺蝶式游到31秒。这是11、12岁的第1名哦，新庄15名的选手，厉害。接下来进入到13到14岁组别，男生组，这个组别只有1组，来看有没有能够游进30秒内的。第3水道，杨彦邦，速度现在很快。第4水道、第5水道、第5水道现在追上来。江恒宇，昨天也有看到他有不错的表现。哇，这个动作都已经是很标准的啦，好像也大概在31秒附近哦，31秒、30秒左右啊。30秒69，第5水道，江恒宇。我们看到11、12岁跟13、14岁的男生，这个力量上的一个差异，就跟90岁非常非常不同了。13、14岁是进入到国中了，对，刚好是男生的生理发育期啊，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男生的成长会很快。现在15到17岁，在这个年纪是有2组啊，这是第1组有3位选手。15、17就是高中端的高中的选手了，相对在力量上面应该会更加的成熟，所以在蝶式的过程当中，应该速度跟秒数上就会更加的提升。好，3位选手都完成了比赛。那第2组准备要出发。哦，第2组有看到第8水道的高子轩选手。高子轩选手本身是一位听障的选手，他今年也代表了台北市参加了113学年度113年的全国身心障碍的听障的游泳比赛。那目前他就读明伦高中2年级。哇！哎呦，撞到水道绳了。第3水道的选手撞到水道绳，那我们看到现在是第7道跟第2道拼这个压线啊，最后是第7道稍微快一点点，31秒10，第2水道是31秒60，差了0.5秒。第7水道吴承恩，第2水道是黄宏宇。接下来是并组的组别啊，这一组18到24岁以及25到34岁啊，2个组别合并。那像我们这次的比赛啊，有很多像是台湾调适性运动与休闲协会的选手有来参加。那还有几位有关于台北市的听障的选手也有来参加，像刚刚上一组的高子轩选手就是其中一位，那他的弟弟高子斌也有来参加这次的比赛。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台北市的一个小选手，一个女子选手叫做陈玉珊的，也有来参加这次的比赛。那目前台北市我们听障的选手有6位，有6位选手在训练，也是希望能让他们有多多参赛的一些机会了啊。
这一组也是35到44岁的组别。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2开头的50公尺蝶式游进30秒内的选手了啊。但是有很多很接近啊，都是这种30秒、31秒的选手。35到44岁，这个年纪是只有1个组别。哇，不过这个差距还算蛮大的啊。32秒、33秒的一个成绩，一个秒数成绩。第3水道是王志平啊，35到44岁的年纪，游出了32秒75。再来就是45到54岁的选手。哦，这个前泳很远哦，15公尺有运用到哦。哎呀！碰墙稍微有点失误了，刚好没有量好。蝶泳的最后的这个碰墙也必须要去，就是双手同时去做。对，因为我们会双手伸直一个联动嘛。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把那个距离算得刚好的话，可能就会有撞墙的情形，或者是可能还没有到，还要再多飘一下。这个时候赶快脚就要踢上去。好，接下来看到55岁以上。哇，这第一水道的动作非常的好啊！这个应该就是有选手底的选手了。许立宏，第一水道许立宏。55岁蝶式还能够保持这样这个优雅的动作，非常非常厉害啊！哇，34秒，34秒99啊，相当厉害的成绩啊！在这个组别，毫无疑问他是冠军。好，那在这个组别结束之后啊，那我们就今天就要谢谢邱怡婷教练啊，在今天早上的比赛带来这么精彩的奖评。谢谢各位观众。我们就下一次啊，跟邱教练希望能有再合作的一个机会。好，没问题，没问题。谢谢邱教练，谢谢。那待会下一个组别我们要进行的啊是女子组啊，8岁以下的女子组的50公尺蝶式啊，现在已经出发了啊。场上这是8岁以下50公尺的第1组啊，在这个年纪是有2组的选手要来比赛。好，那我们身旁也是邀请到巧英啊，陈巧英教练，巧英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昨天早上的比赛也是你提供这个奖品啊，今天再邀请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其实我们刚刚就有聊到说这个蝶式蝶式这个泳姿可以说是
其他的各种泳姿当中算是比较累的啊，对，是比较最累的一个泳姿。那在8岁以下这个年纪，能够学好这个泳姿，其实就很不容易了。对，没错，因为其实蝶式是一个很需要靠核心训练才有办法游好的姿势。对，那其实如果越早开始做好的技术训练的话，越小小孩反而比较容易做到。对，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还没有长高的时候，小孩的核心是最好的时候。那开始发育的时候，因为手长脚长嘛，你的核心如果没有跟着推进的话，提升的话，那就是会越游越辛苦这样。哇，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蝶式已经是完全沉下去了。对，所以其实蝶式就是看小孩子的屁股，他的屁股跟肚子有在上下起伏带动的话，游起来就会比较轻松。好，最后也是抵达了终点。再来看到是第二组8岁以下的第二组。那我们昨天有提到，就是蝶式其实它的出发是可以潜水到15公尺，所以也会发现说，如果游得比较快的小孩，他们通常在出发后会在水下做一个跌腿、跌腰这样。对，那个地方就是说，因为水下的阻力比较小，所以前面的15公尺会变得非常重要。我们看到在这个组别当中，这应该是王宇飞啊，龙安国小的王宇飞，速度非常的快。我们看从影片就可以看到说，这个王同学他的屁股起伏就有做出来，所以游起来就会比较流畅。游到了39秒66， 8岁以下的这个年龄有办法游到30几秒了啊。王同学也是全国前几名的选手。王宇飞，这个可能都还是国小的低年级组的一个年纪哈。顶多可能3年级，有可能3、4年级。好，接下来是9岁、10岁的组别，在这个年纪是有5组啊。现在3位选手，第一组出发。蝶式现在在国内应该开始很多小孩都很喜欢游，因为我们有这个台湾蝶王王冠宏，对啊，尤其是男孩子，现在在教学，其实很多小孩都说，我要攻蝶式，因为蝶式算是非常优美了，对对对，而且如果说男生想游的话，应该是觉得很帅气，对，没错，这个泳姿非常的豪迈，非常的帅气啊，对，但是游起来其实真的还蛮累的，对。像这样的泳姿，我就是学不会的。我只会游蝶式跟这个蛙式。一般人就是从自跟蛙入手啦。对，然后如果有真的想要特别训练的，才会说，将来我想学蝶式这样。哇，但这个姿势真的要游会不简单。对。那甚至有看到8岁以下的组别游蝶式游100公尺的哦，这都很厉害。今天早上。今天早上。对对对。好，第一组完成了他们的比赛，3位选手。这样。那现在看第二组。其实蝶式就是跟我们昨天讲蛙式很像，它就是需要一些 timing， 就时间点。对，像蝶式一般我们是做1手配2个脚，那其实这个没有特别规定，就是规则里面是没有规定说你要1手1脚，还是2个脚，还是3个脚。对，但是有一个规则是大家比较不太知道，就是说蝶式你不能全身没入水中。对，那因为你如果全身没入水中的话，就等于说的是潜水嘛。潜水了。对，所以一般小孩可能在游100或200蝶的时候，会因为体力支配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选择比较轻松的游法，就会钻到水里面，对，那就会比较容易出现犯规的情形。对。而且其实前面其实我们有观察到几位选手，他刻意的把他的这个报名成绩再报高一点啊。那刚刚跟这个邱义婷教练有去讨论到，就是有可能是因为蝶式它是专注于节奏的一个泳姿，跟自由式跟其他的式可能不太一样。没错。所以自由式的话，你可能需要
差不多的对手去激发选手的那种求胜欲望。但是蝶式如果说你跟对手很接近，那你心里又很紧张，很想加快的话，有可能你节奏会就乱掉了。对，跟蛙式也是一样。对，这两个项目比较靠 timing， 如果你 timing 错了，就游起来会很辛苦。对。好，现在选手也是陆陆续续都进入到终点了，这是第2组别。接下来看到是9到10岁的第3组。另外，蝶式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肩胛骨，应该是说游泳选手都要特别注意肩胛骨的训练。那蝶式会更重要，是因为你其实把手一臂回来的时候，如果只是靠身体的话，会很辛苦，因为我们身体不可能在水面上太高嘛。那所以我们会利用我们的肩胛骨去做一臂这个动作。对。那肩胛骨关节比较柔软的小孩，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回手的时候，他的那个身体是可以压比较多，但是他依然可以保持他的手在水面上，对，这样子就是一样可以抓到更多水。所以整个肩关节的一个灵活性啊，还有这个肩胛骨后背的一个整个力量、灵活度跟这个柔软度也要非常好。没错没错，像现在第5水道的这个小孩柔软度就蛮好的。对。好，5、6水道这边都已经进入到终点。而且还蛮接近的看起来好像是不是第6水道稍微快一点吧？第5水道稍微快一点。第5水道4、5水道快0.1秒。都是45秒左右的一个成绩都非常的快。好，这是第3组，那现在准备要进入比赛的是第4组，现在就预备位置出发了。明显可以看到水下叠脚做得好的选手一出发就会赢。对，所以这个也是蛮关键的地方。像我们台湾这个王冠宏选手，他就是200公尺蝶式里面的3次转身，水下叠脚都有一定的优势。对，那一般世界级就是说15公尺叠脚大概都可以在5秒左右。对，所以那个地方好的话，不但省力，等于说你少游了15公尺。然后又可以有速度这样。好，抵达终点之后，看到成绩大概就是43秒，43秒12，43秒72。第4水道宋佑兴，还有第7道的王新柔。这是第4组那现在要进入到第5组也就是9到10岁的最后一组了。对。那在这个组别看到大家报名成绩大概都是在30几秒到40秒之间这个3、4水道会蛮竞争的，他们也是全国赛的时候很竞争的对手。哇，这个动作就很标准了。没错。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好的蝶式它是会用屁股的上下去带动整个身体的动作，而不是手脚分开的。第3、第4水道2位选手非常的接近。好像在压线这里还不一定结果是第3水道36秒57，稍微快一点点第4水道36秒89。所以第3道的王千珍拿下了冠军那王晨飞些微之差了第2名。些微之差。就是游泳就是这样，你输0.01秒也是输。对，所以我们都会要孩子要特别注重细节，对，可以养成小孩保持良好习惯跟严谨的态度这样。不过刚刚这真的是很接近不到1秒的一个差距。那现在看到是11、12岁组，这个国小的高年级组，这个组别这个年纪也是有5组选手报名。对。那现在看起来应该是第1水道的张以熙，速度比较快。好，也是3开头呢。这个也不简单，36秒68。第2水道39秒44。第1水道是张以熙，第2水道是刘晓玲。
都是亚洲国际游泳协会的选手。蝶式另外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犯规，就是说，有些小孩在比较体力差的时候，他的2只手挥手是分开的。对，那这个是在一般我们分龄赛全国赛就会严格执行。对。但这次的比赛还是裁判会网开一面哦。对，会比较给一点空间啊，对吧？因为鼓励，希望可以在基层鼓励大家参与这样。我们还有看到这个蝶式用挖脚的啊，就不小心小朋友可能是忘记了，突然间踢了几个挖脚，协调性也要很好。对。现在第2组，也是8位选手全部到场。蝶式这个项目也是亚洲选手跟蛙式一样比较有优势的项目，对，就是不是完全靠身高去取胜，有技术啊、体能啊、柔软度都是关键。那因为他又比蛙式吃一点点身高啦，所以还是欧美的选手稍微多一点。但可以发现，在奥运比赛上，像这几次的200蝶式，都是有亚洲选手进入到决赛的。好，冲线这边感觉有机会看到3开头吗？啊，没有，40秒97，哦，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第4水道，梁元轩。40秒97的成绩，是目前11、12岁组最快的一个成绩啊！现在第3组要上来，哎呦，是不是有选手对提早出发了？有时候小选手在那个刚开始接触竞技，那个会很容易去抓裁判，想要抢快，就抓裁判的牌子这样。好，现在一样是第4道的选手最快啊，庄敬堂，龙安国小的选手。哇，没有哦，结果是第8道，好像是第8道先抵达终点呢。第8水道，徐雨桐，41秒96。那速度上还是没有刚刚我们看到梁元轩快啊，梁元轩是40秒啊，40秒多。因为我们可以发现说，台湾应该说这些小选手他们的跌脚上面也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如果游得稍微好一点的选手，他的膝盖其实不会那么弯。对，因为其实你的膝盖过弯的话，在水里面的阻力会非常大。对，所以其实跌脚的话，应该要像海豚的尾巴一样。所以有的英文会叫做 dolphin kick。对，所以就是像海豚一样，它是比较柔软连贯的，对，不会勾太多膝盖这样。如果说膝盖出现比较大的弯曲，就比较像是挖脚的那个那个夹，对，就变成说你的踢水不是上下，是有点前后，对，这样阻力就会非常的大，然后也会浪费很多时间。对，比较好的判别方法就是说，那个小孩的脚会整个勾出水面的话，其实就是比较没那么好。但因为其实你踢脚踢在水面上，其实没有什么推进力的效果。哇，第2水道的选手很快哦，看到我们这一组看到3开头了，36秒19，第4水道37秒69，第6水道39秒17，第5水道39秒51，有4位选手游进3开头，哇，
这个组别第2道是李威啊。接下来我们看到在下一组第5组，11、12岁级别的最后一组，第4水道速度很快。第4水道是周彩杰，大同国小选手啊，昨天也是有看到他。这个屁股臀打就很漂亮，那你看他的脚就没什么出到水面上，很流畅。好，35秒08，哎呦，34秒2，这一组就全部进3，全部游到40秒内了啊！哦，没有，啊，7、8水道2位选手40出头，也是很快了。对，没错。徐导，我去套一下万的雨衣，他已经。现在15到17岁的组别啊，高中组了。来看到这个组别。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人都会以为蝶式是要靠手游为主，但其实它的臀打跟脚是比较重要的。对维持这个续航力来说，光有手是不够的啊。对，光有手是不够，还是你的躯干跟整个屁股臀大肌的一些协作啊。核心啊，屁股的力气，手是主要的推进力啊，但是维持整个浮力跟流线形式还是要靠核心为主。哇，第5水道32秒71哦，非常快的一个成绩。黄子成，新庄 Swing 的选手。15到17岁，高中组的选手。啊，下一组应该是并组了，13、14岁以及18到24岁的组别。但是只有3、4、5道啊出现在赛场。第4道葛玉华，速度目前是最快的选手。看一下他的成绩，哇，也蛮快的哦。37秒13，啊，也很不错了。葛玉华13到14岁组别，在这个组别应该也是拿到冠军了。好，下一个组别是。也是并组啊，35到44岁以及45到54岁的这个组别。其实对成人女性没有特别训练过，要有这个蝶式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容易啊。对，不容易，因为可能上肢的背的力气没有像男性这么有力，对。要学到蝶式，其实真的就已经是休闲组的极限了啦。对啊。大概其实大家去游泳池、去游泳、去运动，大部分都还是以蛙式跟蝶泳为主。对，也可以游得比较持久了。那有一些研究就有说，蝶式大概每分钟耗那个卡路里的是最高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减肥，是可以游蝶式，但是你可能游不了太多趟。对。好，现在看到选手3位选手进入到终点啊，这3位选手也都有游在1分钟以内。好，4位选手全部都进入终点。待会要看到是姐姐55岁以上的蝶泳比赛啊，蝶泳比赛，50公尺的蝶式。
你这个姿势很标准哎。哇，对啊，而且速度其实很快耶。没错。我这可以拼个30出头。有机会。看他后段体力有没有办法维持。我们也会发现，你看他身体上下起伏很少，所以他是用肩胛骨在抑臂的。哇，这个距离已经完全的拉开。第4水道，这是陈玉玲、永和、陈永慧的选手。好，40秒以内有没有机会？哇，好像刚好哎。对，刚好40。好像刚好40。4084。差最后的这个压线了啊！如果说刚好那个手是对，往他那前前伸的话， 25大概18秒，其实蛮有机会压到40秒内。啊，实力非常好。陈玉玲，55岁以上的这个年纪啊，50公尺蝶式游到40秒啊，甚至有机会要去拼3开头了。对，其实成人要有蝶式真的蛮辛苦，因为有时候这个跟坐姿、站姿都有点关系。因为现在人用手机跟电脑比较多，所以都会容易圆肩啊、驼背。那蝶式就是我们刚才讲要让肩胛骨的活动度比较大，对，所以如果有圆肩这些问题的话，其实手臂就很难很顺畅的移到前面去。游泳跟体操很像，就是蛮特别的运动，就你既要有力气，但又要有柔软度。好，现在所有选手都已经抵达终点了。55岁以上的组别也结束了他们50公尺蝶式的比赛。那接下来要进行的是200公尺的自由式。200公尺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小朋友来说，已经是相当远的一个距离。对，没错。200公尺必须要有3次的一个折返。那现在选手还没有上场，待会要来进行的组别是8岁以下的组别，9岁到10岁，2组并组。那8岁以下只有2位选手报名，但是这2位选手也是非常佩服代表说他们的体能、身体的状况是可以去应付到200公尺的这个全程的比赛或是说心理的状况，因为其实200字啊、400字这种中距离项目是心理要非常有坚定，说我要怎么去配速，然后我要怎么游，但不然一般小孩其实是蛮害怕这种项目。对小朋友来讲已经是长距离了啦，对，感觉就是很远。对，因为大部分小孩其实连100公尺要折返都会有点害怕，对。好，现在选手已经陆陆续续进入到场地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刚刚的这个姐姐组的啦姐姐组的蝶式的选手。裁判就位那下一个组别的选手还没有上场。200公尺自由式可能在速度上面不会像前面我们看50公尺这么的快选手会有一些配速，就是非常讲求效率。对，那包括心理的战术还有小孩的智慧，都是一种考验。对，你要尽量去节省自己的浪费掉的那些体能还有浪费掉的那些动能，尽量不要去浪费。好，现在小朋友已经进场了。这2位8岁以下的小朋友跟其他6位这个9到10岁的组别。那8岁以下的组别是有2位分别是在第1道的陈玉安，还有第2道的林宇翔。这个就是直接冠军战只要游赢对手就是第1名了，只有1个对手。
现在准备要来进行。200公尺自由式，1、2水道是8岁以下的选手，那其他从第3水道到第8水道是9到10岁。看起来8岁以下的选手游的没有比较慢哦。对啊，速度也还不错哦。姿势跟速度都维持还不错。但是这是200公尺的比赛，所以刚开始第一趟的50公尺还不能太早下定论了啊，可能要看后面的一个状况。通常我们在有200，就是第3个50会是最辛苦的，对，所以通常可以从第3个50就会知道说最后胜负会是哪样。好，现在经过第一次的折返之后，第5水道詹诗平啊，他是大同国小的选手，目前是取得领先。领先的幅度还蛮大的跟第2名的选手应该是有2到3个身位的一个差距，而且这个距离看起来是不断的在加大扩大当中。那1、2水道自成一格就这边是另外一个战区啊，就第1水道跟第2水道8岁以下的选手，第1道是陈玉安，第2道是林宇翔。目前是陈玉安领先，领先的幅度并不是说很大。好，现在进入到第2次折返，等于说200公尺已经游完了一半。开始是胜负关键的时候。现在体能应该是慢慢的下滑。我们也可以发现说，200字跟50、100字比较大的差异，就是说它的动作转肩啊，还有手交换时间点都会稍微有点不同。对，50、100短距离的话，我们会比较早做交叉，所以在专业术语上的话，就会说是中交叉。对，那200字开始以上的这种中长项目，就比较会做叫做前交叉，等于说手到了头上的时候，前面的手才会再移动这样。对，这个方式是因为滑行的过程中就会比较省力。对，不想要浪费任何的动能。对对对。但相对起来的话，速度就当然会没有50、100这么快。这个就是所谓换挡的概念，对，就是把这个速度放慢，但是整个力量是可以完美的去释放出来。所以有一些厉害一点的选手，就专门有200字，他甚至在这个200的过程中都会换挡。对，就是可能说我最后25要加速的时候，可能就会用回去原本50的这种动作，中交叉的动作。好，现在来看一下最后的冲线，率先抵达终点是第5水道的选手，第5水道是詹世平，3分08秒的一个成绩。好，那在1、2水道这边8岁以下的年龄层是第1水道陈玉安率先的抵达终点，不容易啊！这个200公尺的自由式，8岁以下要来完成，其实真的需要蛮长一段时间的训练的。对，这些小孩很多就几乎学校小队就是每天都早上都在练习，所以是比一般的学生还辛苦。可能要提早个1小时、1个半小时到学校游泳这样。那冬天也是不间断。好，还有位选手准备要进入到终点。这个好像第一时间没有去感应到。对，所以我们都会跟小孩说，那个触墙要稍微用力一点，那个计时板才会显示。第2组9到10岁，来看到这个组别那普遍报名的成绩大概都是落在3分钟以内。
其实自由式要游得好，一个关键就是说，你的屁股以下是要固定好，因为这样子的话，脚才有办法一直是保持上下踢。那很多人因为身体要旋转嘛，所以屁股跟脚就会跟着左右旋转。那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有些小孩踢起来好像水花会忽大忽小，那其实就因为他屁股有点转过头这样。对。好，现在第5道的选手速度是最快的，但是跟第4水道的差距并没有到很大。对。现在进入到第2次的折返，后面其实感觉很拼哦。对，两位选手，这2个小孩也都是全国赛的常客。对。好，速度还是有维持住，但现在第4水道的选手已经超过去，已经反超了啊！张元硕反超了王凯威，就是看这个第3趟体力的维持跟第4趟加速。200公尺其实大部分的选手都选择每次都去做换气。对，是要到世界等级这种接近成人，他们才会在200公尺上做一些比较像50、100字冲刺的动作。好，最后的50公尺，2位选手现在要争夺的是金牌。对，非常接近。对，目前领先的还是第4道的张元硕，那王凯威差距还没有到很大，但是哇，这个速度好像是有点追不上了。对，2个人都在加速，会发现说小孩在加速的时候脚会先提起来，脚一提起来，其实整个身体的浮力位置就会比较好。对。2分35秒啊，这是第5水道王凯威的成绩。那第4道的张元硕可能看到他是2分31，对，所以大概是有4秒的一个差距。好，其他选手也陆陆续续抵达终点。这个组别其实大部分的选手都是在3分钟以内了哈。有几位选手大概都是在3分出头左右。其实这个年纪可以游到3分钟内就蛮厉害的。对，9到10岁啊，中年级数。那接下来是11到12岁的组别啊，这个年纪有3组的报名选手。啊，第一组是3位选手出发。其实像这边很多小孩他们是俱乐部出来的，就是以他们报名单位其实看得出来。那俱乐部他们反而就是说是练下午，或者说训练参数没有像学校校队这么多，所以还能完成这样200公尺训练，200公尺的体力是蛮厉害的。对。但有些是因为学校也没有用，对，没错。所以其实如果真的除了说台北市的这个学校来讲，台北市当然是有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游泳池。那其他的县市如果说真的没办法，就只能到校外的泳池去做训练。其实台北这部分也蛮好，就是从民间啊、运动中心啊，都有这种俱乐部，或是像这边运博青年公园这边也有俱乐部，然后还有一些很多不同的选择，所以其实对家长来说算是蛮方便的。对。因为如果也只有校队的方式的话，其实有些家长可能工作啊，或是不希望小孩睡那么少，他们可能就会希望是课后再练习。那一般学校校队就比较少是课后的，因为其实说这个年纪小孩每天6点多要起床训练，真的是要非常有毅力。对。那因为我们其实也不希望说小孩因为这些条件而失去对游泳的热忱啊，所以如果有这种课后的社团啊，或是俱乐部，或是假日的有一些游泳队，其实也都蛮好的，所以让小孩先保持这种热忱，然后长大了再接受专业的训练也是很好。对小朋友来讲，如果说
早上练习结束之后再去上课，哇，那个整个对也会打瞌睡。对，因为练习其实如果说真的要有效果，必须要把自己的体能逼到极限。对，没错没错。那如果说只是去滑水，游个50公尺就上来冲澡的话，那其实不如就睡久一点。对，像去泡温泉一样。对。但是没有效果。没错没错。所以你把自己体能都完全逼到极限，已经消耗光了之后，你再去上课，哇，那个感觉课堂的精神就不是很好。对，我以前带那个体育班泳的啊，有时候就说，哇，小孩上课睡觉好像也真的不能怪他们。对啊，因为毕竟训练就是要把自己逼到极限。没错。很多小孩啊，那个训练完啊，都是眼睛都直接黑眼圈一圈。对。这个就跟游泳这个运动项目是有关系的。那因为有一部分的时间必须是在水下憋气的一个状态，而且是憋气全身发力的那个 ATP 系统。对，没错，爆发力的那个系统。所以其实身体很长时间会进入到缺氧。对，没错。尤其就像我刚刚讲啊，要练一些水下的动作。对一般小孩来说，你叫他不要动，憋气10秒是还 OK。可是你要叫他用力全力冲，然后10秒，这就有点困难。对。那像憋气这件事情啊，在成人的选手里面，包括50字啊、50蝶，其实都没有在换气的。就是这样一趟冲过去啊，世界级是都不换气的。直接冲完那个，撑完那个大概20秒钟的一个时间啊。对，没错。如果可以20秒的话，我也会愿意撑啊。但是很可惜，我需要50几秒，那就没办法。对。好，这一组也完成了他们的比赛，200公尺的自由式。好，现在第2组，11到12岁的组别第2组的200公尺自由式。这一组有6位选手，但是有1位选手是没有来。出发之后，现在看起来中间4位选手，4个水道的选手还蛮接近的。对。3、4、5、6道。这4位选手现在差距没有很大，一个转身是我们看一下，距离也差不多。但是第3水道的选手稍微快一点。在200公尺里面转身就会非常重要。对，所以有时候有的差不多，可是一个转身出来，可能那个差距就出来。因为总共有3次的转身啊，对，你每一次的转身跟对方拉开1公尺，那你就总共就有3公尺。3公尺的话，差距可能就已经1秒2秒了，接近2秒了。好，进入第2次的折返。目前看起来还是有晋升的一个机会哦。那这样的话，这50公尺游完之后，看最后一次折返的50公尺冲刺了。目前是第3道、第5道、第6道都有角逐冠军的可能性。那第4道的选手稍微落后了一点。其实自由式这个延伸跟高手轴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小孩在游他前段扣水的时候有没有前进，这个会影响他的滑行的距离。对。好，最后的一次折返。最后的冲刺。在速度上面，现在第5水道的选手刘成阳是运博的选手取得了领先。那后面追得上来吗？第3水道的卓瑞谦。看起来是追不上来了，有一点差距。2分35秒的成绩。好，其他选手也已经进入到终点，
其实这一组实力还蛮接近啊，大概就是2分30到2分40左右啊。哇，还有一位选手加油！第7水道还有在冲刺。对，郑祥元现在积极的往前游，终点就在前面，剩下不到20公尺的距离了。好，这位选手也抵达了终点，这是第2组11到12岁第2组的成绩。11、12应该还有一组，应该这一组应该还是11、12岁的。还是他合并了？看一下这一组，应该是比较多人请假，所以他把它合并。所以应该是这一组别应该是也有13、14岁的选手对参与其中嘛。好，第4水道这个速度就很快啊。林雨婷，大同国小的林雨婷，但是前面快，后面能不能够维持住，我们要观察。那现在她的速度是完完全全领先第2名一大截了。林雨婷在昨天比赛表现应该也很好哈。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啊，昨天应该也是在其他项目当中有得到很好的名次。他们一个兄弟，对啊，我看大同国小有2个人都是林雨什么，可能是兄弟。啊，现在第2次折返，等于说已经游完一半了啊，这个差距已经变得很大，这样的距离其实要追已经是很难了。台湾有很多选手都是那个兄弟啊、姐弟啊这种，就是一起去练习。那一开始可能是哥哥姐姐比较厉害，然后弟弟爸妈就想说接送方便一起学，结果后来弟弟的以兄长或是姐姐为目标就追过去了这样。像王冠宏跟哥哥就是这样子的例子。对。柔道也是啊，柔道台湾也有一位选手杨永伟，对，杨永伟其实也是，对，也是兄弟在同一个量级了啊。好，最后的一个冲线，来看到林雨婷的秒数2分23秒，很不错，很有水准。对，这个秒数很有水准。以6年级来说的话，就真的蛮厉害。台北市这几年就是说6年级大概前3名的选手就是落在15到20秒左右。对，那因为现在才刚开学嘛，所以其实这1年都还有机会再拼，再突破这样。好，现在这位选手也进入到终点，这11、12岁的最后一组了哈。那待会下一组要来看到是13、14岁组别的比赛。还有一位选手还没有进入终点啊，加油！200真的蛮考验体力的，因为天气热，这个水温高的话，中距离项目就也会更辛苦。
因为水温高的时候，肌肉其实是会游起来比较容易软掉，那软掉它就不好用力。好，现在第二组就位。好，有选手其实已经完美的去运用到这前15公尺的潜泳距离了啊。没错。自由式里面那个潜水会比较少见，是因为大概叠脚比较不可能比自由式游还要快。因为你加上你双手这样子，对，去滑的话是比较快的。对，但是因为蝶式跟仰式的这个速度就没有水中叠脚快，所以在蝶式跟仰式里面，这个运用就会非常的多。对，特别是仰式。所以我们发现世界级比赛也是这样，如果游得比较快的人啊，他们通常在水中的跌脚就可以很明显的赢过对手这样。好，这个组别我们看到现在很快的准备要进入到第2次折返，第4水道，杨定东，他也是大同国小的选手啊。这个小孩也是在去年在国小组都是常胜军。那跟第5水道的选手有大概1个半的身位差距啊。第5水道是张成瑞，进入到最后一次折返点了，后面会不会翻盘呢？都在加速了。对，大概1个半的身位其实有机会，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哇，杨定东他的体能维持的还不错啊，现在还在加速。哇，追不上了，直接拉开。就是我刚刚讲说到冲刺的时候，又会回到中交叉的动作。好，所有选手都已经陆陆续续要进入到终点，现在第2道也进入到终点，第7道也完成了比赛，啊，那2分10秒的成绩，哇，真的很快啊！很有水准。杨定东非常快，13、14岁，国中的年纪。对，他是国1的学生。所以未来其实国中组还有3年了啊，全中运可以拼拼看。那接下来是15到17岁了，15到17岁的组别只有1组。啊，还有其他的选手是待会下一组要去跟其他的年龄层做并组。现在来看一下第4水道，目前领先的是刘雨婷，运博的选手啊。那跟第5道翁静琪还蛮接近的，翁静琪是树林，第1次转身，来看一下登墙出去之后，差距还是非常的微小，啊，几乎是同步的啊。这2位选手现在看起来并驾齐驱，大概就是半个身位啊。现在第4水道刘雨婷些微的领先。好，现在进入到第2次的转身，第2次折返。第3趟就是关键，对。所以通常在训练小孩200公尺，我们也会特别要求他们在第3个50的时候练习加速，这样。哇，速度维持得很不错哦。现在慢慢的把差距给拉开了。刘雨婷。
他的身材其实也很好。对，就是上半身比较长，然后手比较长这样。好，最后的50公尺冲刺了，看还剩下多少的体力。感觉应该是追不上来了，没有问题。最后的成绩2分4秒，2分5秒左右。哇，2分4秒45，非常快。对，高中组了啊。他是高1的学生，对。一般我们高中到高3的话，跟高1就会比较有一段差距。因为高中生在3年其实成长会差非常多，就是不管是力气啊、身高啊，对。好，第二水道的选手也即将要进入终点。还有第8水道。好，所有选手都完成了比赛。其实这次比赛有一个团体就是非常棒，就是这个第8水道他们这个身障的选手，对，这教练也都非常用心的带他们。其实身心障碍的选手就是教练要非常有耐心，对，因为有时候可能不是这么容易解释就听得懂。对，要跟孩子培养一些默契。而且在水下，其实有时候对出现什么状况，教练在上面喊，对小朋友是听不到。没错没错，也非常佩服他们这些教练。家长也都很支持，他们这种身心障碍特别来运动的，对。这个组别我们来看啊，这个组别是15、17岁2位选手啊，跟4位18到24岁，以及25到34岁有1位啊，等于说是3组的并组。1、2水道这个应该是兄弟啊，这都是曾兆啊，曾兆子勋、曾兆佑廷。对，他们2个都是长距离很常看到的选手。那这个水下叠脚都有在运用，所以出来都是6公尺、7公尺，这在长距离就非常有优势。等于说他每一个转身都有一定的水平、一定的距离这样。好，现在速度一直都维持得不错啊。第2水道的曾兆佑廷，那第6跟第7水道的选手啊，其实速度也不差。第6、第7水道2位选手，陈崇乙还有许志雄。许志雄他本身就是教练，对，也自己经营一个游泳池，还能出来比200公尺，真的很厉害。对，好，最后的冲线，2分08秒7。第6水道2分09秒77，都是非常快的一个成绩了啊。对。好，看到中间2位选手也进入到终点，所有选手都已回到终点。下一组别啊，看到35到44岁的组别，这组别5位选手。
有这种中长距离啊，其实这个每一下手的滑距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刚的小朋友他们比较现役的选手来说，这个滑距就非常长，所以游起来看起来就会很轻松。对，所以可能50公尺滑20几下就到了。对。好，经过第一次折返之后，现在差距慢慢的拉开。第二水道这个速度有追上来哦。对，有一直保持在踢脚，就会有一定的稳定的速度这样。啊。第二水道王志平，第4水道是郭厚祥。啊，两位选手应该都是同时进入到第3次的折返，然后第2次的折返。现在中长距离就比较流行2种游法，一种就是全程踢水的，那一种就叫做节拍游，就是有的是一手一脚，就是一只手指推一下手指踢一次脚。那这种人通常就是力气会比较大。对，那节奏游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的耗氧会比较少，因为其实脚离心脏比较远，所以当我们一直在踢脚的时候，心跳会比较容易提高，对，就容易耗氧这样。对，所以这2种游法现在都算蛮流行的，那就是要看各自小孩的适合方式这样。因为其实游泳的踢水就是跟脚底的我们所谓扁平足啊有一些关系。哇，这边有位选手应该抽筋了啊，应该是抽筋了。有时候天气太热，就是影响的因素会比较多一点，对。啊，所以这边应该是游了100公尺左右吧。哦，应该是第3次的折返，150公尺左右啊。好，现在两位选手是第2水道的王志平先进入到终点，2分45秒的一个成绩。那第5水道这个是因为抽筋啊，先碰到这个计时器了啦。如果说这个成绩是真的是自己游出来，那该有多好！2分26秒。对。好，现在还有一位选手，第3水道的邱山峰，稍早他也是有参与其他项目的比赛。好，他也完成了他的200公尺自由式。接下来年龄要再往上加了，45到54岁的组别，这个年纪有1组，总共是有6位选手报名参赛啊，但是有1位选手是没有参加。200公尺自由式算是一个游泳选手的指标性项目，就跟200公尺混合式，就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小孩他有没有一定的游泳水平，通常就是会看这2个项目。因为如果说50公尺的话，是可以，就是全力去敲了，对，就是技术成分就没有占那么重。那100公尺的话是只有1次的这种转身，对，所以这种差距还不是说很明显。但是200公尺，如果你是真的全力要敲完的话，就很难，应该很难。就特别是在那种15岁以下的小孩，有的他可能技术还没有那么好，可是因为力量啊或是身高比较高，所以他可能很用力的冲刺，就可以比就是技术好的孩子还要快。对，所以我们一般就会看200自啊、200混这种项目。
200混主要就是看它的4式平不平均，对。现在已经进入到比赛的后段，45到54岁组别进入现在是要第3次的折返了，最后一个转身。今天现场的风势其实也蛮大的哦。昨天其实看到场地是有快要下雨的那种感觉了对，昨天是乌云还蛮厚的，而且中午下来一下下，对啊，刚好休息的时候，老天爷有在那个支持，而且昨天有打雷哦。对，所以刚好运气真的很好，在中午休息，没有影响到赛程这样。好，现在最后的10公尺。45到54岁的组别冠军诞生了，第4水道，李仲环。这选手的前导手就是延伸，其实就做的比其他选手好很多，对，所以就很明显他的抓水距离就比较长。对，因为一般我们一般人在手延伸回去的时候都会容易下沉，那你下沉的话，在做高轴的时候其实就会比较短。对，滑距就会缩短，这样。好，还有一位选手，这个时候是不能去碰到对方的这个电子计时器对。其实，在正式的比赛里面，也不太建议选手在别人还没有游完的时候就跨越水道。对，其实这个如果严格执行的话，就是会算犯规这样。对，那有时候小比赛因为时间不希望大家delay太久，对，所以像昨天有些会挂在水道身上等这样，出发后再移动。好，最后的2位选手都已经回到了终点。好，这是45到54岁的组别。那接下来要看到55岁以上了。大哥组有4位选手，他们这些很多大哥还有参加像铁人3项啊这种，对啊，真的很厉害。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200公尺只是小 case。对他们来讲，这是短距离。对对对，没错。很多，其实大哥真的去游泳池都是1000公尺、1500这样在游的。对，算时间的，游完2小时才会离开。像那个日月潭的比赛啊，也很常看到这些早泳会啊，他们组团参加。对。不过，如果说是长时间的这种，在水下去游的话，水分应该是会流失蛮多的。对，没错。所以在那种开放水域的比赛，他们有一种叫补给，就是教练会拿着钓鱼竿，就是喂水，就等于说那个每一个钓鱼竿上面都会有选手的号码，那他游过去的时候，就是拿自己的水瓶，就从钓鱼竿上把自己的水瓶摘下来的。对，很特别的景象这样，而且要找到正确的选手，然后选手要找到自己的这个水平，没错，也不简单了啊。对，都是3公里起跳的，3公里、5公里，还有10公里的。好，现在已经有选手游完前面的100公尺，进入到第2次折返了。目前看起来是第1水道的选手许金德占据领先。那第4水道杜维甫其实也很接近。许金德老师也是一个台湾很有名的裁判，对，
非常资深，然后他主要是在救生协会，对，所以非常有资历这样。我看他的肤色，感觉就是对，真的是救生的这种体格了哦，还有这个肤色，健康的肤色。他在救生协会应该贡献很多，对，包括教选手啊，还有训练救生员啊，对。而且他的踢腿就有救生员的味道了。那这样，这种侧踢的方式，对，剪刀式的这种。对，这就是我刚刚讲一手一脚的方式，因为其实自由式是要有点对称，就是我们会说身体的旋转，但是脚不可以旋转嘛，所以他的一手一脚会有帮助身体的节奏，这样。对，大家会觉得说，哇，救生员一定是有很快的选手，其实不一定。对，啊，当然速度需要有一定的基本的条件啊，但是重点其实是要怎么样把这个就是需要救的这个目标啊，对，把它拖上岸。其实姿势还有临场状况才是比较重要的。对。哇，这个最后有一个选手在冲刺。哦，哇，其实3位选手其实都还蛮接近的哦。哇，55岁以上的组别了，很近很近。3分23秒，2位选手是差在这个压线的这个秒数啊，大概0.5秒左右。有时候那种奥运比赛啊，或是50公尺的比赛，第1名到第4名可能都是0.01、0.01这样。对。好，现在等于说在男子组的200公尺自由式已经全部结束啊，那马上要来进行是这个女子组啊，200公尺的女子组，哇，男生都游得很累了哦，但是小女生能够撑完200公尺都是很厉害了。现在来看到是9到10岁。真的8岁以下的女生要让她撑200公尺，很难呐。对，没错。教练在教这种小朋友，就是游200，其实也要很有耐心，对吧？因为现在小孩其实你这种威逼利诱的方法已经不太管用，有时候都要心理开导这样。这个组别现在看起来具有竞争机会的其实就有4位哦，2、3、4道的选手都蛮有机会的。那目前是第4水道的选手领先，啊，第4水道以亮宇啊是台大胡子泳队的选手。其实我们这个自由式啊，这个身体旋转的这个角度，也是影响短距离跟长距离的差别。通常在短距离的话，我们身体转动会稍微大一点，因为这样可以抓到更多水。对，那长距离为了要减少体力的消耗，它的转动角度就会稍微小一点。那有些小孩在刚初学的时候是用直臂游泳，就是挥手的时候手是伸直的。那其实那个动作在短距离也会很常出现，因为直臂滑手等于说他在挥手的时候就已经把手延伸到最远的地方，就不用再多做一个延伸的动作。对，那当然相对也是刚刚所讲的这个消耗体力会稍微大一点。对，所以通常在100以上的项目，就国内就很少看到直臂了。好，现在即将要进入到第3次、最后一次的折返。领先的选手第4水道的以亮云已经有蛮大的一个优势了。领先的距离大概是有来到接近10公尺了。最后的50公尺，这时候我们看到选手
体能上应该是已经来到极限了。有了前面的150公尺之后，最后的这50公尺，还要再挤出最后的力量。所以我们都会跟小孩说，要把这个比赛当作训练，训练当作比赛，但他就会习惯把力量用到极限，这样，比赛也不会那么紧张。哇，有到大概是在3分出头啊。如果说刚刚55岁以上的话，小女孩们是游得比他们还要好哦，还要再快哦。对，很厉害啊。3分05秒啊，是在目前第一组的成绩里面最好的一个、最快的一个速度啊。第4水道的尹亮云。其实游泳就是一个相对力量的运动，就比较不像棒球啊。如果你的体重重啊，丢一样的球，或者像推铅球，所以一般我们看到铅球选手、直步的选手都会稍微比较高大，对，因为它就是绝对，因为铅球是固定重量。那游泳比较不一样，是说你身体越重，你就会需要更多的力量去带动你的身体。对，所以有时候觉得说，成人怎么游起来比较辛苦？对，因为其实你的身体就更重了嘛。对，那如果你没有更多的肌力跟体能的话，就很难去负荷。那另外要讲到就是，如果说是初学的话，男生跟女生因为毕竟男生其实他本身的这个体脂率是比较低，那女生她体脂率比较高，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生理上的差别，会让女生在初学的时候，她的阶段性学的会比男生快？对，没错，这个就其实包括浮力点。那小朋友的话是比较没有差，因为小朋友基本上你说体脂啊、体型啊都差不多。那浮力点就是说在成人男性身上他们是浮力点在肩膀，所以脚就很容易沉下去。所以成人的男性在学游泳最怕的就是说他的脚一直沉在地板上。对，那女生的浮力点是在臀部，所以女生其实成人女性会比较容易去学基础的游泳动作，这样。就是以这个车子来讲，这算是自中引擎啊。对，刚好中心点是在这个臀部的附近啊，所以身体就容易全面这样浮起来。对，没错。但到学会了以后，要有这个速度，成人男性就普遍有优势，因为毕竟这个上肢力量还是强一些。对。所以如果说是小朋友的话，初学那是没差，但是如果是成人初学班的话，那男生可能会稍微辛苦一点点。对，一开始会比较辛苦。好，现在我们看到游完前100公尺之后，哇，两位选手现在很拼哦。很接近。第4、第5水道，两位选手。哇，这个第4水道的连续比了很多项。对，王千真，我昨天也应该拿到蛮多的冠军了哈。昨天对这个名字很有印象，今天早上也有很多的比赛，今天早上应该也游了蝶式啊。一人打天下。那第5水道是李佑成。追上来了。好，第5水道现在领先，进入到最后一次折返之后，后50公尺。拼的是选手的意志力、耐力跟求胜心，差距应该只有不到2公尺啊！哇，现在两个人都不想输，对，有机会哦，有机会追上去哦。第4水道的王千真，第5水道是李佑成，李佑成目前是些微幅度的领先。最后加速10公尺，5公尺。最后的压秒还是第5水道，稍微快一点。第5水道李佑成2分36秒69啊，那第4水道2分37秒26。啊，王千真这个成绩应该就第2名了啊。接下来看到，这就是哇，8岁以下并在这一组了。8岁以下的组别跟11到12岁一起并。
这个8岁小孩很厉害，第3水道，刚刚潜到10公尺。第3水道是林品熙。那前面1、2、3、4水道是8岁以下组别啊，11到12岁是后面的6、7、8水道。哇，这个林品熙很厉害，8岁以下的年纪跟这个等于说是国小1、2年级啊，可能1、2年级的年纪跟这个小5、小6的学姐一起比赛，而且还没有输哦，这还有机会耶。第8水道是蔡丽颖，领先大概是1个身位左右啊。自由式算是我们这个4式里面最基础的姿势，所以通常都会说，如果自由式不好，其他姿势就会很难有突出的表现。对，因为它是所有技术的综合。对，那当然就是说蛙式会稍微差异比较大一点。对，那如果自由式有的好，正常它的仰式、蝶式都会有的不错。好，哇，这位小妹妹好厉害哦，林品熙，很有拼劲。有时候在这种看不到对手的时候是最难游的，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快还是慢。他应该很清楚自己是快啊，对，但是他的目标可能是放在要想办法去追这个第8水道的。或者有一个自己突破的描述啊，因为通常这种2米的水道宽的啊，这种宽度是2米的水道，其实隔一个水道就比较难看得到。对，在水里面就几乎看不到的。那像又是室外泳池，所以其实有时候如果挖进房这个太阳不够的话，其实几乎连隔壁道都会看不太清楚。哇，他也在冲刺。第8水道的选手现在也已经进入终点啊，所以蔡丽颖啊率先进入终点，她是11到12岁的组别。林品熙在8岁以下的组别当中啊是一马当先啊，游出了3分内的一个成绩，那就没有问题了。女子组8岁以下的这个组别当中拿下冠军了。哇，这领先第2名，领先的有10几秒。8岁以下能够游完200公尺就已经很厉害了，还游得这么快。我8岁的时候还不会游泳。后续还有2位选手。好，所有选手现在都已经回到了终点。那在场边准备的是第2组啊，这都是11到12岁了。这几年亚洲选手在200公尺自由式也是有很突出的表现，不然以往其实这种自由式项目几乎都是欧美选手为主。对，像今年奥运男子组，金牌就是中国的选手潘展热。不好意思，是100字，他是100自由式。那像200字比较多亚洲选手有名的，就包括像潘展热啊，还有韩国的选手、日本的选手，都有蛮多200字的对选手在国际赛有好成绩。以往游泳比赛就真的是比较常看到，就是欧美选手可以得奖啊。对，因为自由式跟身高手长就关系就比较大一点。澳大利亚选手其实也很厉害。对，澳洲选手。澳洲的运动风气真的非常好，那再加上他们提倡水上运动。对。那其实澳大利亚这个总人口数跟台湾也没有说差到很多。对，没错，它的地比较大而已。
但是哇，这个就是跟整个体育环境是有差别了哈。那再来就是台湾本身的这个条件是比较不利的，因为本身我们的地就比较小。对，所以台湾小孩上学时数有点太长了。对啊，真的是有时候会讲说比工时还要长。对，应该说华人社会里面还是对这个课业重视度稍微高一点。而且如果照大人的想法来说的话，对，小朋友是每天都在加班的啊，每天都是早上7点就要上班，对，然后可能还要加上这个补习的时间，晚上大概7、8点才可以回家，对，每天都是12个小时。对。其实很多在国外俱乐部，他们就是因为学生是3点就放学，那3点放学，他就有1到2小时在学校先把作业完成啊，或是读书的时间，然后大概4、5点、5、6点做完这些课内的事情以后，就有时间做一些课外活动这样。不过我想这个是真的有好有坏啊，当然我们可以去参考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啊。没错。不过这样子教育的结果就是，其实我们国内整体的平均教育的水平是很高的。对，没错。这也算是优点。那就看看大家的智慧了哈，所以想办法去找到一个中间的平衡点。那最近其实我想这几年，其实家长的观念是越来越开放。其实适才适所啦，有时候不一定是说读书才有前途。对，其实现在的家长很愿意把小朋友送来运动啊，那以前可能真的对于这方面的观念是比较保守的。其实包括就是说，像很多小孩现在开始游泳选手要去美国念书的也蛮多的。对，就兼顾课业啊，然后或是说至少英文有一定的水平这样。好，现在看到在这个组别第2组，还有第2道的选手也回到终点。只有的第3组，11到12岁的组别，200公尺自由式第3组啊，最后一组的比赛。我们发现这个水下推水的速度也会影响他的滑距，就不一定手长脚长的人就有优势，他要从他的延伸抓水到推水都是有加速的动作，那他滑出去的效果就会比较好。而且最后这个推的方向其实也是有学问，有他的这个正确的一个理论在。对，没错。有时候真的累的时候，你后面的推水是完全没有力气去做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游泳选手的背会比较壮一点，对，因为其实，在推水上，他就蛮需要背部的力气。在这个解剖学里面，这一块就是所谓的阔背肌了啊，就是从手臂3头下方去延伸到自己的背部肌群。对，没错。所以我们通常会用单杠啊这种基础动作去训练小孩。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说大家会觉得，游泳选手看起来是一个倒三角形啊，身材很容易出现的倒三角形。对，啊，其实就是因为背肌、阔背肌的这个肌肉发达使用比较多。所以其实我们看一个游泳选手好不好，就是看一下他的体型就会知道。因为有些小孩他在游，虽然动作好像是正确的，可是他不一定有发到那个力气，对，有可能用错力这样。好，最后一次折返之后，现在领先的幅度算是蛮大的啊。
这是11、12岁组别女子组200公尺自由式5公尺的一个冲刺。好，回到终点。小孩体力很好他从头到尾几乎都维持同个频率。对，第4水道的周采洁这位选手也是参加很多组的比赛而且好像几乎都是金牌，几乎都是前几名的对。那第5水道是李星辰，是排名第22分29秒，也是很快的一个成绩。女生可以在这个高年级组的女生可以游到2分25秒是很厉害对，没错。女生通常在国中就差不多是2分15就会有一定的水平，那国小就是对差不多25左右。这个组别来看，13到14岁，以及有加了这个2位选手15到17岁有2位是在第6跟第7水道。第4水道，王敏恩，运博的选手，13到14岁的组别，他现在是领先了。哇，而且他这个差距算是拉得蛮开的了。他其实每一下的滑距就明显比其他选手远很多。然后加上他这个转身啊、水下叠脚都做得很不错。自由式还有一个重点是换气，如果你换气不顺，或是说换气的时候的动作会变化很大的话，这个都会影响速度。所以一般我们自由式都只有半个脸出来，就也就是说一只眼睛在水面上，一只眼睛在水面下。这是比较好的换气。但刚开始如果说在练习自由式的话，有时候会怕吃到水对，所以这种换气的那个动作的幅度会转得很开。对，所以会发现有的好的选手，他换气看起来其实跟没换气是一样。对。这个差距已经是完全的拉开。第4水道的王敏恩现在很轻松的就拿到这一组的冠军了这应该是在2分23、24秒左右。对，2分23秒57。也拿到了在这个组别13、14岁组别的第1名了。15、17岁组2位选手第6到第7道也已经进入到终点。接下来是18到24岁组2位选手那还有一位是25到34岁以及35到44岁的2位。你会发现女生在游的时候，就是臀部跟下肢会明显比较浮。哇，第2、第3水道的选手很快。黄子嫣跟陈庭轩这2位选手是18到24岁，就大概就是大专组的这个年纪了台湾在这个大专运动会，因为有分这个甲组跟乙组，
所以其实也会提升蛮多，就是大家继续游泳的兴趣这样，因为可以有遗嘱这个选择，不会竞争的那么激烈这样。哇，陈庭轩这个速度很快。陈庭轩选手就是甲组的游泳选手，也是全运会就是这个不分年龄的比赛常胜军。这应该他只用了7成1流吧？等于是来练习的啦啊。对对对。陈庭轩啊，现在对手完全是看不到他的车尾灯了哈。这领先的幅度可能都已经有30公尺了。而且他比较少的是左边啊去做换气的动作啊，他应该是两边都可以啊。对。那只是说，大部分的选手会固定同边，固定可能好像都是在右边。哇，这个领先你看是不是有50公尺啊？对，没记错的话，他的最佳成绩是2分0几秒而已。对。这是有了2分18秒哈，也是很厉害的成绩了。现在第2水道。好，王子嫣也即将要进入到终点，那剩下的选手，哇，这个真的是差了很多。第4水道的纪晓楼，第5水道是王银珍。好，这个第5水道，王银珍，这个如果说在一般的泳池在做训练的话，这是逆向行驶啊，靠左的逆向行驶。靠左游。我们在篮球场上会遇到一些很有个性的阿伯啊，对。那不知道在泳池里面会不会遇到一些很有个性的长辈？怎么说？之前有看到很多这个YouTube 有在做什么一些影片啊，就是说在篮球场上会遇到的几种人。泳池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状况啊？泳池会有那个游中间的，游左边的可能少一点。游左边的太嚣张了。对，可是游中间的倒蛮多的，或者说那个停到旁边的时候啊，就站在中间。对，有这种紧急刹车的啊。但泳池里面也有所谓的快水道跟这个慢水道了哈。对。所以说有一部分可能会有几条水道是给选手去做练习使用。对，通常选手训练的话，就会直接禁止使用这样，对，避免打到受伤。因为选手其实我们在冲刺的时候，眼睛是不看前面的，通常都是看地板。对，所以基本上如果前面有人，应该是看不太到。而且如果说真的不小心撞到，会吓到了。对。突然间怎么有人摸了一下？更恐怖的是，可能7月的时候还没有人。那也才上个月的事情。现在画面上看到也是并组的组别啊，从18到24岁，一直到35到44岁啊，总共是有3组。没有，这应该是45、54，还有一位是第7水道是55岁以上啊，是姐姐组的。
我会发现成人在游就比较少是连续踢脚的方式，对，因为这样可以比较省力。就发现成人在游就是会稍微比较驼背一点，这是我刚刚讲，就是工作以后这个职业病会有点圆肩呢、圆肩的话，就是在划水的时候就效率会比较差。对。所以如果说要透过其他的一些训练来做调整的话，其实路上的这种所谓的重量训练应该还蛮重要的啊。没错。还有就是胸大肌这边要放松。对，要有时候用球按压，或者要做一定的伸展。因为游泳其实就是一个前侧、后侧都要使用的。对，那因为大部分人在训练都习惯用前侧的力量，所以就很容易驼背。而且大部分其实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大部分就是前面的肌群在做动，没错，后背肌群其实很少运用到。所以一般小朋友在练习，我们就是看说，单杠能不能握得住啊？有没有办法吊得上去？就可以知道说他大概比较适合短距离还是长距离。好，第一位选手已经进入终点啊，这是第3水道的林志颖。他也是调适性运动休闲协会的选手所以我们今年其实看到很多可能身心上的选手也是跟一般选手一起来参与比赛，而且他们的成绩是游出来，并不会比一般生还要差没错。好，还有一位选手还在奋斗。自由式就是说，你滑手跟转动要有一定的配合。如果滑手太早啊，或是转动太早，都会有可能造成滑不到水，或甚至严重有可能会受伤。对。好，最后一位选手现在也进入到终点。这是女子组200公尺自由式，在45到54以及55岁以上的一个成绩。我们看看。在早上的比赛因为早上目前是看到是200公尺自由式应该是已经结束了那待会应该是下午的时间会继续来提供50公尺仰式的一个比赛所以我们今天比赛在早场的比赛目前是告一段落，待会我们中午的休息时间下午再回到我们比赛的现场。